视角看韩国浓汤宝的制作过程，没有科技与狠活，纯天然、干净卫生又能吃。我是一个韩国电台记者，今天我们来到了韩国中清北道的一家万能固体肉汤的制作厂房，在这里我将带你们看看韩国的浓汤宝究竟是怎么制作的。制作浓汤宝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蔬菜，因此每天工厂需要的蔬菜量巨大，足足有3吨左右，换算成大白菜大概有这么多，跟东北人每家过年储存的菜量差不多。之后工人们就会把每种蔬菜进行彻底的清洗，像这种满身都是泥巴的莲藕则更加需要认真清洗，把它们全部放入机器中清洗干净，再由工人们挨个削皮，切开头尾，仔细确认莲藕里面有没有泥巴。处理好的莲藕还会再重新清洗一遍，虽然味道不一定能保证，但是卫生一定要达标。卷心菜也是同样的步骤，莲藕和卷心菜处理干净后，接着处理香菇，把香菇的尾巴切掉，切掉的尾巴一般会作为员工福利送给工人的。之后工人们再对蘑菇头进行手动清洗，处理好的莲藕、卷心菜和蘑菇就可以放入专业的切片机器中，卷心菜则会被切成细丝，而蘑菇还有莲藕则会被切成薄片。以上就是韩式固体肉汤的所有蔬菜配料了，把它们全部放在盘子里铺平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放入零下35度的大型冻干机器中，对蔬菜进行冻干。而韩式浓汤宝此时还需要最重要也是最提升风味的一个原料，那就是风干的凤尾鱼头。凤尾鱼头在风干的过程中，其中的风味物质如氨基酸、有机酸、含硫化合物等得到浓缩，鱼头的鲜香、咸香会更加突出，且经过风干过程可能产生轻微的发酵香气和辣味感，形成区别于新鲜鱼头的独特风味。这就是韩式浓汤宝好喝的秘诀。将挑选好的鱼头装入沙袋中，最后把口系好，放到机器中进行熬煮，不需要任何的其他调味料，简单的高温高压环境就可以把鱼头中的海鲜味最大程度的萃取出来，这就是韩式浓汤宝海鲜味浓郁的原因之一。而此时的鱼汤实在是太浓郁了，成本也很高，所以需要在里面放入自来水稀释一下浓度，不然一会儿可能不够分。把稀释好的鱼头浓缩液倒入模具中，再放入冰箱中冷冻3天。这个时候打开冻干机，包菜丝、莲藕和香菇已经彻底冻干，轻轻一掰就会发出清脆的嗒嗒声，就说明冻干的非常好啊。这个时候工人又检查了一遍之前冻好的鱼头浓缩液，在确认都彻底冻得梆硬后，就可以开始浓汤宝最重要的步骤了。把所有的材料全部放入研磨机中，磨成非常细腻的粉末状，再把各种粉末全部放入大型的自动搅拌机中充分搅拌，搅拌均匀后进行压缩，之后出来的这种像压缩毛巾一样一片一片的，就是韩国万能固体肉汤的成品了。最后进行分装打包就可以销售了。这种万能固体肉汤深受年轻人的喜爱，虽然味道一般，但是对于工作繁忙的韩国社畜来说，3分钟就能制作一碗韩式海鲜汤，还是非常方便和享受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